你个装模作样的东西！呸！哟，这脖子上挂的什么呀？玉，要不翡翠玛瑙也行啊！啊？哎，不是什么东西，都是你们可以碰的。啊！这大晚上的，谁在这儿活动筋骨呢？没你事儿，滚远点！那我要是不滚呢？不滚！我这啊！你们俩啊，老实在这儿给我待着啊！陈教授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谢谢啊。这么巧啊？你这话里有话呀！你的意思是，我找来了这俩人，演英雄救美的？没有，我怎么会有这个意思？我是说，你怎么这个点儿也在这儿啊？那只准你这个点在这儿，我就不行啊！小心！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还真是应了老祖宗那句话呀，有的人死于话多。刚才可就差点应验了。哎，今儿我高兴，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走吧。啊。秦，原来你家就住这儿啊？对啊，家里有点旧，你随便坐。那个，我看我还是别做了吧。为什么？我家就住你家对门，我干嘛还住你家里啊？回去啊。等等，我帮你拿跌打药。啊，没事儿，小伤不用。好吧。我就是给你个机会审问我，如果你有什么想问的，不妨开门见山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直说了。不知道沈教授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特调处来做顾问，用你对地心人的了解来帮助我们？没有，我这个学期有很多课时，实在是分身乏术。但是，如果你需要我这边提供什么资料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那这和你做我们特调处的顾问有什么区别？对呀，就是因为没区别，所以何必在乎一个头衔呢？更何况，现在我住在你的对门。说起这个啊，不好意思，你刚搬过来，不邀请一下邻居给你暖暖房，这是你不对。啊，这是我疏忽了，下一次我一定正式的邀请你。我轻点。啊，没事儿，不疼。没想到沈教授手法还挺好，一个大学老师会的挺多。只要你多看、多听、多学，你自然就懂得多。你这么说也对，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学东西就是比我们快。哎，跟你说啊，你们家卧室有一个窗户，从那儿看出去就是本市最大的资料储藏档案馆，那地儿你肯定喜欢。好啊，有机会我会去看看的。不过，你怎么知道我家卧室那边有窗户啊？好
好了，咱小区不是统一设计吗？我那边就有，你这没？那个今儿行了，不打扰了，回去。等等，把这个拿走。谢了。好好一单生意，偏偏跳出个痞子出来多管闲事。老大，我看咱们还是不要报复了。我感觉那个痞子很有来头，而且那个刺眼的眼神，你注意到了吗？有几次我感觉都快要刺进我身体里了。别叫了，没打够是吧？都吃素的，出来！别叫了，出来！别啊！有关我，有关我！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是这样。就算这个星期咱们没有接到新的案子，但长生鬼的实验总可以做的吧？在这生拉硬拽的讲什么恐怖故事，还非得把我们小郭当成男主角，别给人孩子吓出毛病了。实验都做过几百回了，除了吴天恩那次好歹亮了一回，其他都跟哑炮似的。我能怎么办？论吓唬人，你才是祖奶奶吧？闭嘴！你们都别听他瞎扯啊！这段明明就是网上的热门连载小说啊！切，我也看网文。这个是8月8日怪谈的最新章节，这是新晋网红来苏的封神大作。无聊。喂，特调处。你们可别小看它啊！这个故事的背后，我听说。哎，有个案子说要划到咱们这处，赵处呢？鬼知道要去约哪个老相好了。各位，为了庆祝最近天下太平，我决定邀请大家去搓一顿。赵处，又出新案子了。赵处，这儿。怎么是这儿啊？那个案发现场保持得很好，没有人走近他。果然是他。按我的经验，人是被冻死的。哈哈，这小子可真没义气啊！你认识他？何止？尸体的死亡时间大致在23点左右，误差不会超过1个小时，和他出现的时间一致。那行了，赶紧把他给找回来吧。不然这再往前就没必要看了吧？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还是更细致一些吧。赵处你自己说过，办案不能错过任何蛛丝马迹的。啊。哎，你，还有沈巍，深更半夜，你俩在搞什么猫腻啊？我这不是给你出去买吃的呢吗？啊，你这什么毛脑子？哦，
鬼见愁让我给你的。你是来吓唬我的吗？怎么会？你可是被2个混混打劫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，能被我吓住？我那是被吓懵了。像我们这样的市民，绝对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来保护的。思想觉悟够高的啊！哎，申教授，你说的这些人也包括我们吧？科迪亚克棕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，半冬眠动物，平日食素，但是到了11、12月，它会进入躁动期。它的掌力足以像照片里一样，一击可以打断死者的肋骨。不是。藏马熊，高原型生物，它的体型与人类相似，所以它更符合照片中死者身上创痕的位置。它们的特征是脂肪很厚，咬合力很强，成年之后的平均体重在400公斤以上。肯定不是。沈教授，你知道我们要找的根本就不是这些。如果附近真的有目击到了大型动物的痕迹，那这个案件就应该交给龙城动物园，而不是我们找。况且，我们特调处的探测仪也在案发当地检测到了黑能量活动的痕迹。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我对地心人虽然是有研究的，但是我这不可能什么资料都有啊。上2次也纯属巧合罢了。我知道，这已经属于超出了正常范围的搜集资料。我也知道，你还是不愿意把你拥有的信息跟我们共享，这我没法强迫你。但作为朋友，给点提示总行吧？赵处长，我对于特调处的态度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。有些问题出于原则性的，我不能回答。但是事关我周围人安全问题的大事，我绝对不会作壁上观、瞒而不报的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那来啊，把你知道的信息告诉我们呀。还没有聊完吗？你们呀，就没有考虑过优处吗？你说什么？优处啊？什么是优处啊？你们等等。形象类似人类，但极为丑陋，驼背缩脖，而且满头肉瘤。优处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曾经在龙城附近的酒县危害过当地的居民，造成过大面积的恐慌。当时的地心管理者黑袍使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才把他们赶入了禁地。按理说，这类脏东西在我们这儿早该绝迹了才对啊。那现在跑出来的是什么？稍等。喂，抓到犯人了，但是不大对劲儿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陈教授，我们现在有点事得出去，咱们回聊。哎，等等，我始终觉得那个死者也好，他的同伴也罢，他们的身上都没有地心人的特征。地心人的特征是什么呀？好了，我也不为难你了。地心人我也算见过不少了，总是恶的多，善的少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一概而论的去处置的。赵处长，我相信你有你自己的处理方式。麻烦你如果抓到那个人，通知我一声。我也很想知道，这样一个泯灭人性、像禽兽一般的行凶者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好，回聊。你们两个去归档，让林进来跟我会合，去会一会这个装疯卖傻的家伙。任务完成，先走了。
是怪物，怪物，对，怪物，怪物。哎，我是搞科学的，不是研究精神病的，这找我来也没辙。万一他真疯了，你可以帮我挡一下。哎，你好好看看，你说他会不会是装的呀？哎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帅不帅？由不得你说疯就疯。哎，看这儿，好好看看这张照片，这个上面的人你认不认识？昨天晚上11点，你到底在哪？怪物，怪物！闭嘴！我好好看清楚这张照片，这个人是被活活冻死的。昨天晚上11点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你也疯了？这不可能啊，太离谱了！什么不可能啊？我说这太扯了，这照片里跟8月8日怪谈一模一样。你胡说什么？这是现实，怎么会和小说一样？可低温冻死，这就是第29章的内容。再说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想不到网上那些八卦爆料，也有当真的时候。等等，你刚才说那个什么什么台？8月8日怪谈啊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讲讲。这篇小说连载是今年年初亮相的，最早登在网络小说的《志云怪谈》，作者是网文界的一个新人，叫来苏。单元小品竟是写一些脑洞大开的杀人故事，主角同时也是行凶者，一个喜欢用各种奇怪手法杀人的变态。本来吧，我们这些读书的老饕早就看腻了，也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。可是这个来苏，了不起就了不起在，明明是荒诞不经的一个故事，却可以写得细致入微，就好像真实发生过一样。听你这语气，你是他粉丝啊？我们读者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书迷团，我还是团长呢。但前段时间，团里开始有一种说法，说他描述的每一个案件，都在真实生活中发生了。就像怪谈的第1章，说的是主角穿过大海，从国外来到大城市行凶，刚一踏上地面，就把欺骗他、奴役过他的水手给杀死了。然后传说龙城护城河那边真的发现了一具结满双筋的水手尸体。再来，怪谈点击率最高的，对，第19章，说的是主角在酒吧里遇见当年在学校霸凌过他的那个啦啦队队长，然后他就把对方引诱到了酒店，然后就把他杀了。你有病吧？然后就有传说，龙城宾馆半个月前有人吗？也发生一模一样的事。最巧的是，死者是在酒吧工作的舞者。对了，再来就是5天前发布的最新章节里，凶手不小心被一个混混看到自己可怕的脸，然后他就一路追杀那个混混，一路追杀，然后把他给活活冻死了。不就是今天这些狗逼叨叨的事儿吗？这部网文能火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这些传言功不可没，而且上头也封锁了这些案情消息，一直没有透出风声。我也一直以为这些只是网络造势，现在才知道，现实要比虚构还奇幻得多。对，哦。
喂，赵处，鉴于和《怪谈》这本小说的离奇重合，上面刚刚决定把几起案子并案侦查，资料刚刚转到我们手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刚喘口气，又得开工了。这个来苏在哪里啊？不知道啊，本来他更新的习惯是3天一更，风雨无阻。可这都第5天了，他都还没更新。书迷会有不少人在网上骂。先找到这个来苏。哪儿找啊？这种网络作家基本上都躲在幕后，从不抛头露面的。尤其是这个来苏，虽然他靠着这本书打响了名头，赚了不少钱，可是他这个人特别低调，从来不在网上和粉丝闲聊。别说他的地址了，我连他是男是女、是圆是扁我都不知道。既然是在网上发布的文章，那就肯定会留下用户的 IP 地址，在网上都留下了痕迹，那还能难倒我们神勇无敌的干探来苏粉丝团团长林庆同志吗？好说好说，也行，但是总得给我点时间吧。好啊，但是呢，我得提醒你一下啊，你得抓紧啊，这可马上就到月底了。要是月底还没破案的话，那你的这奖金……哎，我马上去，马上去。哎，可真不愿意怀疑我的偶像。切，哎。有人吗？行了，都出来吧，人压根都不搭理咱。干嘛呢？我伪装一下。我们是不是扑空了？并没有。房间的积灰不厚，脚印也是刚留下的，说明他没走太远。不是没走太远，是根本没走。这屋里有人味儿，新鲜的。人味儿？屋里没人呢。你的意思是你不是人，还是我不是人啊？行了，大庆说有就肯定有。哎，你们都没注意到吗？一个笔耕不辍、身家阔绰的小说作家的家里，连一张写字台都没有。那他办公的地方到底在哪儿？关键时刻，果然还是要靠我呀。这是我最新研发的生命能量探测仪，方圆100里之内，所有活动的生命迹象，都逃不开我这仪器的法眼。我就知道
你肯定会掉链子。这个房间有暗道，机关目前还没找到。还愣着干嘛呀？找！哦，这里脚印的痕迹最多，机关很有可能就在这儿。避风网，这玩意儿够复古的，没想到这年头还有人留下暗道啊！谁知道这些奇幻小说作家的脑子里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死猫，你和林静留下，你们俩给我进去。还有温度。林静，验货。他之前在购物网站上上传过身份证件，和这张照片比对，精速度高达92.13%，是本人没错。偶像，不会真的是你干的吧？痛心疾。你是我的书迷，你想不想继续看连载啊？你赶紧把我放了，我马上去更新。蓝苏啊，我看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啊，你们不是来催我更新的呀？我们这次来呢，是想跟你就近期发生的这些凶杀案来一个彻实而深刻的探讨。哎，你们把我当犯人了？从法律上讲，你现在顶多是一个嫌疑人。嫌疑人？行了，把你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先捋清楚吧。其实我就是异想天开，天马行空罢了。救我！我被人盯上了，有人模仿我的小说，到处杀人，嫁祸我。我是冤枉的呀！就你是我们的义务，先起来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清楚，我们才能帮你。来，偶像，来坐。来，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，没有人喜欢我，也没有人理睬我。我能做到的，就只能一个人闷在家里胡思乱想，最多就空间里。名利，所有人崇拜的眼光，都会主动找你。你是谁？相信我，释放你的脑洞，你会得到想要的。那个人啊，怂恿我写书，然后就按照我的故事到处杀人，他天诛地灭啊！不可能！这该死的巧合！不管了，
粉丝们，大大来了。我从头到尾都是无辜的呀。可是他没有骗你啊，名、利、读者的崇拜都摆到你面前了。这些都是靠我自己得到的，跟我无关啊。你不是我的粉丝吗？帮我跟你领导说说，啊，说说。你每天留言催更，你要是帮我解决了这个麻烦，我写个角色给你。放开！我崇拜的那个作家才不是你这个样子。你明明知道一旦更新文字，有人会以此模仿行凶，可你始终没有停下你那哗众取宠的笔，直到现在，凶案牵扯得越来越广，你才终于惊慌失措了，开始像下水道的老鼠一样躲了起来。你不害臊吗？如果你不能为你笔下的每一个字承担后果，那你就不配称为一个作家，甚至不配称作一个人。行了，坐着歇会儿啊，别把自己给气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也是头一次见他发这么大脾气。来，看来啊，你这次伤他伤得够深。老手、大清，你们俩就近24小时监视，要注意所有接近的人。好。那我呢？你就待着呗。如果你背后真的有那个人的话，那他最后的目标肯定是你。走吧。难道真的是我的错？是我的错吗？我的错啊！我先用些电脑，可以吗？请自便。问题没这么简单。要是凶手另有他人的话，那他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完全匹配的受害者？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除了他自己，还有谁可以证明这些？可他怕成这个样子，确实不像在撒谎啊。难道他是人格分裂、无意识作案呢？小子，说的挺有道理的呀。人格分裂。拜托，不要再杀人了，结束这一切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来自3专区更新了久违的一章，是提前大结局。他腰斩了整个故事，把凶手给写死了。糟了，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接下来，我躲起来，重新回到我的生活，这就没事了。来不及了，谢谢你写出了自己的结局。再见。来苏，来苏！
儿茶酚胺分泌过度，心肌纤维撕裂导致的心脏骤停。说人话，吓死的。我问你啊，在小说里最后的最后，那个怪物是怎么死的？是作恶太多，疑神疑鬼，最后被自己河水里的倒影给吓死的。行了，就先这样吧。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凶手已经付出代价了。赵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没人啊，这是。黑能量禁制护盾，特调处果然有古怪。长生鬼就暂且留给你了，只要我先拿到山河锥。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，让一些人错当成了现实的名利场。甚至为了追名逐利，不顾他人死活，最终害人害己。人还是应该脚踏实地，堂堂正正的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。所以，你作为参与者，你觉得来苏到底是不是自作自受？我也说不好。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莱苏肯定拥有地星人的基因，而他自己不知道。他的异能呢，应该是可以利用自己笔下的文字进行自我催眠。换句话说，他和他笔下的这个怪物是同一个人。到最后，他急忙摆脱怪物的纠缠，把怪物腰斩的时候，怪物就反扑过来把他吞噬了。有这个可能性，不过他已经死了，我们也没办法去证实。其实，就算他拥有这种异能，只要他没有过度的使用，肯定也不会被吞噬。可惜啊，他偏偏成为了恐怖小说家，还因为欲望、贪念不断触发自我催眠，将自己彻底带入了进去。作家们不是经常说吗？当他们开始动笔的那一刻起，这个角色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意志。人生如戏，哎，说不好，咱俩现在也是别人书里的角色呢。我从没想过，你今天会跟我说出这样一番话。我更没想到，你也会有一天感受到地心人的无奈。你别说，我自己也没想到有这么一天。我总觉得呀，龙城的阴雨时刻要到了。